中国为何一次出动6架运20前往欧洲？这有怎样的意味？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与塞尔维亚达成了怎样的合作？中国红旗22有怎样的威力？对塞尔维亚有怎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壮大，这就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达成了合作，这就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并且也受到了许多国家的一致好评。这不，近日有消息称，中国有6架运20战略运输机出现在土耳其领空，并向西飞往塞尔维亚，可以说这是中国运20为数不多的大规模运输任务。据消息称，中国派往欧洲的这一批运20的动态，最早是有一网友发现的，并将中国运20的动向发到了网上，并表示这是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以北发现了运20的航迹，而且不止一架。在同一条航线上有其他运20，前后相距约100公里，从伊斯坦堡一直延伸至乔治亚边境。据美国动力网跟踪报道，有6架运20最初在深夜被发现在土耳其领空向西飞行，后来他们据说降落在塞尔维亚贝尔格勒的尼古拉特拉斯机场，而根据当地居民拍到的照片，接着他们将飞越博斯普鲁斯海峡返回中国。消息还指出，中国运20自从2016年正式服役，其首次执行比较大规模的运输任务是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期间，作为运送医疗物资之用。而且就是从那时起，运20就一直在扩大业务范围，其中就包括飞往欧洲，但是却没有这次行动规模这样庞大。此外，有专业人士就分析称，这批运20的目的就是塞尔维亚首都的特斯拉国际机场，而其所运输很可能就是红旗22防空导弹系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在2020年曾经向塞尔维亚发出警告，让他们不要购买该型飞弹。此外，据报道称，塞尔维亚之所以选择中国红旗22而不是俄罗斯的 AS300，这确实出乎了人们的意料，这其中价格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对于中国此次选择采用多达6架运20大型运输机去欧洲执行任务，也是对自身强大空中运输能力的展示。因为最近北约正在努力向乌克兰尽力运送补给品和物资，中国借着运20此次前往欧洲进行执行任务，所以中国对此进行回应，并且这也是运20服役以来至今在海外执行的最大任务，展示了中国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这也将对欧洲国家形成巨大威慑作用。对此，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中国此次出动了6架运20执行海外任务，也创下了新纪录。因为中国很少会同时出动这么多的运20，因此这次的任务就反映出中国空军不仅具有远程战略运输能力，而且还具有洲际飞行后勤支援与维修能力，并且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此外，有专家就称，中国要一次性安排6架运20大型机队出任务，这要比组织1-2架来的困难。虽然此前中国曾出动运20到欧洲出过几次任务，其中令人较为深刻的就是在2020年6月，中国就用运20载了105名解放军仪仗队员参加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和单纯飞往俄罗斯不同的，中国此次派出庞大的运20编队，其目的就是要用运20从中国运输武器到塞尔维亚，途中就需要飞越好几个国家，因此中国必须事先要提前和许多国家做好协调和沟通工作，并获得他们的授权，以此才能使这次的运输任务可以圆满完成。当然，中国此次选择用6架运20到塞尔维亚，可能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国对于塞尔维亚的看重，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一直都十分好，且两国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且都有很好的合作往来。因此，中国一直十分重视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会选择一次派6架运20将其购买的武器运送过去，以便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中国之所以如此看重塞尔维亚，这可能也是因为此前塞尔维亚在购买中国红旗22防空导弹系统的时候，不顾美国的反对，坚定选择了购买中国的红旗22防空导弹系统，这就是中国感到很感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由于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塞尔维亚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合作，也正是两国之间有了多次合作，这才使塞尔维亚想要与中国继续加强紧密合作。
因此不仅是在基建上，而且在军事上达成紧密合作。据消息称，塞尔维亚此前为了加强自身的防空保护能力，所以想要购买一款防空导弹，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因此，塞尔维亚就不考虑其他国家，直接将目标对准了中国，并点名要从中国购买，一下就看中了中国的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据消息称，虽然中国的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与美俄等国的同类产品相比，在射程上不占优势，但是其强大的干扰能力和对隐身飞行目标的侦测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仍然比较领先。再加上合理的价格，塞尔维亚对此更为重视，因此将很有可能促使塞尔维亚来购买此款防空导弹。我们都知道，中国 FK3 防空导弹系统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全天候中远程地空导弹系统，采用了大量红旗22中远程防空导弹的技术，射程为5到100公里，射高为50到27000米，可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武装直升机，还具有拦截反辐射导弹等战术空地导弹能力，可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作战。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作为中国最新一代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红旗22的外贸版本，其在性能上除了具备对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轰炸机等目标实现打击的能力外，还具备传感器组件，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进行全天候作战。如果塞尔维亚拥有了它，那么毫无疑问将会为塞尔维亚的防空部队提供更强大的防卫能力，极大增强其军事实力。因此，塞尔维亚也正是看到了这些，所以就决定要购买中国的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然而，对于塞尔维亚想要购买中国的 FK3 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对此感到极其不满，甚至想要对其进行采取制裁政策，让其不能购买。但是对于美国的反对，塞尔维亚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态度，表示不会受美国的逼迫，反而会继续达成与中国的合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得不说，塞尔维亚对中国有着绝对信任，这时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进一步得到深化，相信在未来中塞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将会更上一层楼。所以正是由于塞尔维亚对中国的绝对信任，所以也使中国十分看重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合作，并为其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运20运输编队，以此来更好完成与塞尔维亚关于武器的订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地位，并且对于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运输能力，这也将会促进有更多国家相信中国，并能够选择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这对于中国来说也起到了不错的宣传作用。